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议员、吴承诚委员、张志伦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徐宏庭议员。好，大陆说他会维持台海的秩序，台海巡航30.5小时，不停的那边搞了超过一天，他1天半的时间。那他说呢，这个没有进入台湾这个限制水域。但是呢，我们说了，他没有进入台湾的限制水域，我们严密监控。但是他说什么限制不限制水域，都是我的水域哦。他说呢，他在台湾海峡巡航执法，在台湾海峡执他的法。我们看这个船都出来了哈，在这边执法哈。那另外呢，这个海巡署证实说，他曾经短暂越过中线，还是有越过中线啊。那么，而且呢，他的执法延伸到台湾的浅滩，到浅滩都过来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媒体说这是常态化延伸呢，这是我们的，我们常态化以后就经常这样子啊，不是只有这一次啊，那另外呢，它除了这个海警巡航以外呢，它的解放军73集团军的一个某个特别旅某个合成旅呢，还在海上实弹演习，还有海上指挥、机动、火力、协同、防护、保障6种实战能力同时在做所以一方面这边这个他的海巡呢，在这边这个巡来巡去，搞30多个小时。一方面呢，岸上呢还在那边这个实兵在演戏。我们看一下。2栖装甲突击车泛水前往预定射击海域展开战斗队形，水花四起。解放军第73集团军在闽南海域进行海上射击，针对性不言可喻。如今大陆解除禁渔令，更对我离岛地区构成压力。30个小时的执法行动，中国海警船在台海周边划定6区1线，而长荣货船更直接出现在央视画面。巡查台湾海峡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点验过往船舶。这个其实是他们所谓一个灰色地带的一个升级，让他的海警船有更多的名目来进行台海这一边的一个任务的执行。那同样的，他在执行这些护渔的任务的同时，其实也是不断的去利用这一种方式，去将他的一个海岸的一个防卫的一个界限，或者是他的一个执法的一个界限，继续往我们这边逼近。大河向东流啊！陆船万箭齐发，意在对我施压，海巡舰艇也做出反击。你现在已违法进入中华民国限制水域。马上转向此离，马上转向此离。看到上头的5星旗进入我国海域，海巡立即上前驱离。金马棚分署也强调，对于大陆船只可能的越界行为，都已有所准备，不会让对岸为所欲为。现在我觉得大陆在这个台海跟南海是采取同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让它的执法跟巡航呢变成常态化那它当然在南海我们比较看到就是说它很容易跟菲律宾起冲突这2天又对峙了一个冲突，但不管如何呢，它还是持续因为现在看起来它的整个战略就是说，我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这个是我有权利的，我就要把它做到底。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台湾的方面除了就是说演习维持啦然后他希望把这个台湾海峡内海化等等呢，第一个实际到台湾海峡呢完全这个入侵我们这个海峡中线的情况还并不真的很严重，可是在金门海域呢确实蛮明显的。那金门海域大家也知道，第一个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金厦渔船事件那个虽然2个死去的大陆渔民的遗体已经送回去了也算是做了某种民间性的和解，可是最近呢，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的这个地检署对于金门地检署对于那个相关的海巡人员，通通以罪证不足来不起诉。那其实罪证不足早就料到了，因为他什么密录器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现场又讲了一大堆的原因，也没有拍摄到任何记录。那你从他起诉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确实很容易说，那我也没有100%的证据，可是对岸呢也不满。那这样子的一个不满的情形底下呢，反映出来再加上他的那个
禁渔的期间呢，刚刚解禁哦，那当然他的渔船已经3个半月不能够出来捕鱼了，所以福建的渔船当然一大堆的跑出来哦，他们自己也发生了那个船擦撞的事件。可不管如何，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国人最大的压力呢，其实在金厦那个海域啊，金门海域呢捕鱼的这些渔民呢，要特别的注意。那这种常态化的做法，大陆常态化的做法，一方面呢，也是让你觉得心态上啊，也平常化，这是一方面。可是二方面呢，也给相关的啊，譬如说渔民啦，这个军方呢，产生一定的压力。那你当压力高的时候，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最担心的了。你一些不预期的擦枪走火的事情呢，就比较有可能发生。因为人在高压的情况下，而且次数频繁了以下，难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必须民进党政府，你再怎么样完全只是一方面的讨好美国，可是对岸中国大陆的两岸关系也是你的责任，你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化解现在这种完全不沟通，然后完全很紧绷的态势，这才是执政的政党跟政府应当为的做法。不，从裴洛西到台湾来。海峡中线就没有了，他的战机战舰天天给你搞过来，到你这个金门把他这个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撞船死了2个人，他就这个巡航到处给你巡哈，就是你现在只要让他觉得说，如果让他觉得说你比较理亏，他比较有道理，他就给你得寸进尺，然后就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台湾面对他，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就是少惹他嘛，不要去惹他。那台湾常常觉得我惹你一下，我好像精神胜利，爽一下。比如裴洛西来，那台湾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呢？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东西，但是你因此中线就没有了。那美国又能怎样呢？美国因此有裴洛西有帮你讲话吗？有每天跟老公说你这个不可以吗？他也没有，他回去了。他赚得他的名声，甚至赚得他有没有做生意什么我不知道哦，军火啊等等不知道，他就走了嘛。那些参议员、众议员来不都这样子吗？他来这边哦，好像得到他要得到了，然后回去以后。接下来你怎么样，他也不管你啊，所以台湾一定要很注意，对了你自己，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少惹他，少去碰他，你惹他的结果就是他步步进逼，然后呢，好像一副他还有理的样子，好像变成我们我们好像你看谁帮我们讲话，也没有人帮我们讲话，就变成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变成这样哈。哎，这个来，这个郑成怎么看？现在大陆的就是蚕食鲸吞嘛，的策略应该是非常明显嘛，灰色地带不断的升级嘛，不断的扩大，这个是它的意图应该很明显。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怎么做啊？包括最近还有大陆说台湾的间谍案有1000起的间谍案。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一个摄影团呢，说要大陆去摄影，那问我的意见，我说还是不要去好了，因为你都不知道你会什么地方突然会变间谍的，造了一个什么不该造的东西。对啊，你莫名其妙的变成间谍，所以你看两岸关系做到这里，那重点是我们这前一阵子那个 IPEC 那个这个对华的那个到台湾来，那国民党没有出席，没有参加，那后来我代表民众党出席，我在里面讲话，我讲了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对这个各国来讲，它是一个强国没有错，但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邻国，是我们的邻居啊。所以台湾的对中国的策略要更细腻，更加的细腻啊，就是不是这个美国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怎么走。他们对他们来讲只有经济损失哦，对我们是有身家性命财产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哦。所以台湾对这个两岸政策要更加的细腻，更加的主动权掌握我们在手里啊，然后不能随着这个国际的怎么起哄起舞，然后台湾就跟着走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刚讲了1000多个什么间谍组织、台独组织，我就很担心，1000多个组织起码1000多个人嘛，每个组织至少1个人吧，对不对？有的还可能不止1个人，那些人都哪去了？是被抓起来了吗？有审判吗？那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知道吗？政府通通不知道。政府说有2种可能，一种他吹牛，一种他冤枉。吹牛也就算了让他吹。
冤枉的话，那些人去哪里？那些人是谁？哦，1000多个台湾人呢，要去哪里了？哦，伟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一直在制造这个所谓的冲突，还有很多的这个惹是生非哦。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啊，这种种的事情，我们看到中国不断的想要进逼台湾哦。那当然是他不断去挑战所谓的海峡中线，就是要制造台湾人的压力。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战争里面，心战总是要把你的心防先打垮之后，他才有办法用更简单的方法去控制台湾，或者是让台湾更加的纷乱。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一贯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哦，但其实台湾不是特例。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在沿海地带啊，不只是台海，在东海、在南海，其实他都想要扩张他的势力。他的全面扩张其实是为了要来夺取这个第一岛链，作为这个所谓西方世界的防护网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民主国家，我们现在确实是抱在一起，那跟这个中国还有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势力是另外一个团体，是两大强权在做这个抗争。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守护我们的民主当然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就知道中国会不断的去挑战台湾的现况。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去做任何的挑衅，可是我们看到中国还是不断的想要用各种方式来影响台湾。那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还是要有该防卫的力量，当然要有。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台湾增加军购，那我们在跟美国的关系上面，我们有通过更多的法案，那等等的方式都能够更加的去守护台湾，甚至我们台湾也在这个印太战略里面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代表台湾的重要性比以前还要增加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台湾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强大。主任，我非常同意刚刚赵先生的说法哈，裴洛西来台，两岸中线变得模糊哦，变得不清楚。2月14号金厦事件以后，我们现在两岸的这个海域的部分哦，就是因为金厦事件，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不管是赖清德政府或是过去的蔡英文政府，其实对两岸的问题哦，一直采得很坚毅的态度，就是不沟通哦，不讨论哦，用拖字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不管是我们上个月才把这个金厦事件落幕，这个大陆两个的罹难者的遗体才送回去。那其实我们在立法院也很关心这样的事情。我最近其实，在立法院要去要这个金厦事件结束后，他两边对谈的结论哦，结果他现在跟我讲说，因为这个是有牵扯到大陆家属的一些个资哦，不方便提供。那我们也予以尊重。那我们要说的是说。这个台湾哦，在这个两岸政策跟在美国的关系哦，我认为不是说两边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因为台湾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战略的一个地区哦，跟一个位置哦，其实应该是要两边去获利，而不是说两边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自己要的东西哦。然后现在就像春哲哥讲的，现在灰色区域越来越多，不管是共机扰台，这两岸刚。在新闻上提出来的，他现在把所有的渔船都放出来，那个禁捕令解除后，这么多的渔船到我们的这个海域上来讲的话，我们海巡弟兄他的压力是有多大？这个我很难以想象。那如果未来又产生相关的这些冲突的时候，我觉得赖清德政府应该要好好来跟人民来说明来如何保护我们台湾的渔民。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厦门大学有一篇文章出来，说呢，赶快准备接管台湾。哦，我记得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想要反攻大陆，也搞一个战地政务委员会，很多人去受战地政务训练呢。他说：“你既然你回大陆，你就是县长，你就是什么官，还在那边分官授爵哦。然后呢，军人就给他那个战士授田证，有没有？回大陆以后你就分得田地啊等等啊。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说你还反攻大陆吗？不管你反不反攻，这战士授田证总要解决吧。”哎，老兵，你至少不能给他田，给他一点钱嘛？哦，那时候这个老立委在立法院还跟我拍桌子，说你一定要想造反呐，你这什么意思啊？不反攻大陆了？我说你反攻归你反攻，把这个田，他已经年纪大了，很多都死了，把田换成钱，这是不行吗？后来终于通过了，哦，给了一笔预算，否则那些到现在为止给他什么田呐？哪有田呐？好，那学者是说呢，到时候要引进台湾军公教来协助，哦，军公教呢这个治理国家最有经验，而且呢，现在砍他们的那个什么年金，他们都很不爽哦，找他们哦来接管台湾哦。
然后呢，大陆连网络都说，哎，是不是喝多了？你是不是讲些什么啊？就算只有这个事，你不抛在网上，你什么意思啊？哦，更何况是这个八字没撇哈。那律师是说呢，有律师说，中共他们在台湾的代理人已经不耐烦了。我一直不觉得中共在台湾代理人是谁，就算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也是很少的人，在台湾根本起不了作用，本来就起不了作用嘛。哦，你老共如果寄希望于这些人，那老共真的太笨了啊。好，那另外呢，他们现在研讨热议台独史观，哦，就是说大陆的学者也看出来了，就都不是笨蛋，我们都看出来，我们看不出来吗？对不对？你民进党现在做的是赖清德，比如说连台语都要纠正，不能叫闽南语，叫做台湾台语，啊，那是立委，还有监委提出来说，台湾那个什么高铁啊、什么火车啊、什么各种车讲的台语不够纯正，其实从南到北本来就讲的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对呀，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比如我在台南，对不对？那脚踏车就要卡打掐。我到了台中，它就要替背；到了台北，可能有什么孔明车，又不一样了嘛。它每个地方是不一样啊。那高铁这一共才40几分钟，1个半钟头，你要它怎么变呢？每个地方都要讲不同的台语，这很奇怪啊。哦，所以他们说不行，每个地方都要矫正。哦，那个台语就是真的很无聊了。你监察委员什么事不好干，对不对？你搞这个该弹劾人你不弹劾，你去纠正。哦，学者说呢，因为大陆学者纠正台独史观迫在眉睫。因为不得了了，赖清德他们民进党搞这个台独史观，在那搞久了以后呢，就没有中国了，完全去中化了，没有中国史观，完全没有。事实上，老共看了急也没用啊，他能怎样呢？哦，他也不能怎样哦。学者说呢，这个要启动台湾接管准备，不一定代表官方哦，因为反正呢，学者也有各言而志，各有各的不同的看法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两岸关系研讨会里面，他们批判台独史观，觉得台湾现在都往台独走了啊。那而且呢，骂说这台独是自我催眠哈，所以他们说要增加统一的定力、信心跟决心哦。那另外呢，涉台学者说，大陆应该占领话语权高地哦，应该有话语权啊，因为现在都没有话语权啊。那这个刚刚我讲的大众系统的大众运输的台语腔调，监察委员说要去检讨，所以呢，被人家说你越权了，你就管这个东西，这不是你管的哈。那南腔北调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我不知道他怎么统一啊，他要怎么统一呢？还是要怎样啊？学者说呢，现在要确定有没有标准音嘛？假如你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都按照这个来发音也可以。他真是没有啊，那本来就没有啊，哦，那你非要纠正他，要强调说这个要去这个有一个标准，那怎么有标准法呢？哦，所以呢，也有媒体是说了哦，腔调只是代表包容了。你本来就很复杂嘛，对不对？你这边有原住民，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泉州、漳州又不一样哦。你不相信，你到马祖去，马祖也讲闽南话，他讲的话腔调跟金门、跟台湾又不一样哦。台湾北中南又不一样啊。我们看一下。I don't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er. I don't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er intelligence. And I think she'll be a terrible president. 狂骂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民调却越来越低。如今大陆厦门大学却还声称川普有很大的上台可能性，呼吁陆方随时准备做好统一。以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为题，厦门大学要北京当局成立台湾工作委员会，作为影子政府，随时接收台湾政权并熟悉法律。建委员会还能把反台独力量体系化。虽然文章已被下架，仍被 CSIS 保存放在官网，但文章还以香港政局动荡为例，指现有一国两制做法，台湾不一定适宜。一开始就要以融入大陆为目的，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地点可选临近金门的厦门和泉州，因为彼此语言和文化都很相近，还可引进台湾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协助制定试验区相关细节。那这个多元的意见呢，至于是不是会付诸实现，那当然还要看大陆的整体的这个政策而言。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只要静观其变。蓝营态度保守，但学者和绿委都认为陆方不是讲讲而已。他不可能会是突然误发了这份报告，然后再删除。那这一次呢，厦门大学的报告其实很多呢都可以去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基本法的内容。尽管文章已下架，却也凸显大陆为统一两岸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也不得不有所警惕。刚刚那个 VCR 为什么出现一个川普哈？
因为呢，他这个文章的开头，他的大陆这个文章是说，川普很可能会当选，不要排除他。川普当选以后呢，大陆统一的日子更近了。因为两岸关系会发生变化，川普态度会变化，所以要接管，主要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梗了啊。来，洪庭，这篇文章是从这个厦门大学一个叫做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的这里面的传出来，他的微信公众号传出来的。那这个研究所呢，它是属于所谓的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哦，所以它也不是传统的我们所认知到，大家一讲到厦大，大家都常讲说是厦大台研所嘛，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代表官方，我个人打一个问号。但是从你看，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厦大现在在谈的这个事情，到我们自己国家内部我们在谈所谓的这个语言证明这件事哦，你就可以知道民族主义看起来确实是个好生意啊，所以。从几个层次来看厦门大学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执政党都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继续的让民族主义升温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如果这篇文章是官方授意的，那表示这是中国大陆目前它的文攻武吓战略的一部分嘛。所谓过去我们在讲，就是说反这个所谓反分裂法，就是为了所谓的行动而做准备，而现在有所谓的这些接管的这些部分，开始去做一个层次上面的铺梗，或许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就是说带动让两岸升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这个升温如果是官方授意的，那它所求为何？是因为说面临到所谓美国大选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共想要做出一个态势，在这里面试图的去影响美国的选举，还是说有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我觉得这个还要再去思考。但是你可以看到，假设这是官方所授意的，后来又把它收掉了。那如果这是官方授意，后来又收掉，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目前中共对于所谓的台湾问题上面，它有很明显的冲突跟讨论。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观众朋友，这个时候反而不应该放心，这个时候应该要更紧张。这表示他的对台工作的战略正在进行一个激变，那随时都有所谓的其他外卡出现的，就所谓的 outlier 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反而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昨天是新加坡的这个总理的国庆演说，他一直在告诉大家说，我的国家我的政策目的是什么？我做很多事情，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两岸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民进党两岸政策的目的，我们只看到民进党两岸政治的目的。我们一直有政治的目的，一直在操作所谓的升温，操作民族主义，看不出来我们对两岸政策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未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民进党要好好思考的部分。好吧，监察委员到底讲些什么？我们听听看。台铁的万华站到了车厢内的广播4声道齐发，但是万华的台语该怎么念？你真的知道吗？还是对，我觉得是蛮好。完全不知道。华的台语怎么念？万华。凭着直觉，年轻一辈就会这样念。不过干嘛呢？没有一个答对，应该念 manga 才正确。针对这种特殊台语地名，侦查院近期就组成类纠察队，由监察委员萧子友、叶宜津、苏立琼来调查交通部台铁、高铁以及县市捷运站内台语广播是否通通正确。因为监委认为错误语法可能造成台语文化被扼杀，应执行纠错机制，改善腔调不一致、语句变调不正确等问题。重视台语当然很好，学者建议可参考教育部现成资料，只是台语存在各种漳州、泉州、鹿港等不同腔调，统一发音就怕徒增困扰。大部分的语言都会发展出自己的口音，口音其实不太会影响这个沟通。他说什么全国统一腔调，这个当然我觉得有点搞错方向了，而且他就是太管到太地方去了啦。监察委员应该好不好做一些正事？蓝营立委质疑监院管得太多，何况地方捷运的广播系统用不着监院插手。限制推动台语证明运动，现在又要强调腔调正统，看在蓝眼中很难不联想是一连串的政治动作。他这个监委最荒谬的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那个车站就是就高铁啦、什么台铁啦等等这些车子讲的台语讲的不够标准，所以台语才慢慢式微了。这是什么个逻辑嘛？说台语现在慢慢式微，大家比较重视，是因为车站讲错了。你在讲什么？它是环境的问题，你知道吗？这语言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南部长大的外省孩子，台语讲的比北部的本省孩子讲的好。北部的
本省孩子讲的国语比南部的外省孩子讲得好。你不相信你比比看，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啊。哦，我自己南部长大，我也从小我是讲台语长大的啊，直到台北来以后比较不讲嘛。那是有没有那个环境的问题嘛？对不对？就像以前刚开放观光，有一个朋友，他英文不太好，到美国下了飞机到洛杉矶机场以后说，美国人程度好高哦，扫地的黑人都会讲英文呢，是吧？他当然会讲嘛，他以为说英文是要学的，人家是那个环境在那个地方嘛，所以那个环境在那个地方，你在家里也不讲。对不对？你在社会上不讲，你光靠车子上哪一站到了哪一站，第一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坐那个车，因此就台语的好不好，是不是受到重视？而且我不觉得台语有式微啊，你到中南部讲去都在讲台语啊，不讲台语还不行啊，还真的都在讲啊，所以你这个跟那个车站广播有没有讲什么关系？我真不懂。来，汉庭。这个监察院在刷一些存在感，没办法，毕竟陈宗彦的事情重重的被打脸，总是要告诉大家自己好像还是有在做一些事，但即便做了事情，他还是废物在做的事情啊。这不是骂监察院啊是废物，也不是骂监察委员是废物，只不过呢，他们应该可以常常记得要吃饱路。好，那么前面大陆的学者写文章啊，研究说怎么样接管台湾，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如果大陆完全不做准备，那才奇怪。毕竟在光复之前呢，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当时呢也是有成立了研究委员会来讨论，找了台湾很多士绅共同来研究未来光复台湾之后的台湾政府那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制度。所以大陆在统一之前，他总得要做点功课吧。那如果呢他完全不来看一下台湾中央或各个县市政府的施政报告啦、预算书啦、审计部的报告，他通通都不看，对台湾的制度一窍不通，通通都不理解，就凭着媒体或者是单纯的访问，然后未来就说要治理台湾，那某种程度也是在开玩笑嘛。所以大陆当然有义务，他如果想要统一台湾，当然有义务要来跟台湾的老百姓说，统一之后是长什么样啊？是不是要先推出一个示范区？否则台湾人可能会以为，哎呀，那是不是统一之后，我们高铁上的靠背要被拆掉啦？那是不是统一之后，我们台湾人只能去吃田鼠，要住土房，然后都吃不起榨菜啊？所以当然啦，这是大陆的阳谋，那么当然这也是大陆自己要去操心的事情啊。那只能说呢，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未来如果要搞一个统一示范区，未来如果真的要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统一之后的事情，那对大陆也是理所应当。我要回复一下前面呢，就是委员有提到这个金厦的谈判文件啊，就我们去索资，结果呢，竟然对方行政部门不给资料，涂黑。好。那他说呢，是因为这个家属这个个资，我们对家属的姓名、年纪或什么资料完全不感兴趣。但关键是这个两岸的会谈，立法委员要求监督，行政机关怎么可以不给呢？按照民进党讲法，这就是黑箱啊！而且还是在两岸谈判当中，民进党搞黑箱，拒绝给民代监督啊！那请问说好的公开透明在哪里呢？所以希望委员加油，我们要强硬起来啊！这不仅承办人员应该要叫过来骂，而且到底哪一个负责的单位，陆委会还是海巡署，还是谁，根本预算都应该直接卡关呢？两岸会谈的这个重要事情，然后民进党竟然黑箱涂黑，不给资料。所以反黑箱、反扩权，行政部门要干嘛？就应该要道歉下台啊！这么严重的事情，如果按照当初民进党不论是反美牛、反 A 克法还是反服贸这种标准啊，所有的这些黑箱，民进党至少行政院长应该要道歉。那我是。在我看来厦大的这篇文章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幻想文啦。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是一个心理战。我们可以看到根本就还没有统一，你怎么能够谈统一后的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整个是精神错乱，甚至我们会看到这有点像是部分学者他可能自己有一点猜测性的去想一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这是说不通的。那我要再强调一次，为什么要叫心理战？因为台湾现在国防非常的成功，在小英总统过去8年，我们把国防整体来做一个升级之后，其实中国要来进犯台湾，其实越来越困难。所以对中国来说，买下台湾或者是打垮你的心防是最快的方式。那至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台语的这个运动，其实我们会看到就连英文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腔调。所以当然我们在做一个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车站广播这样的一个用语上面，当然他会用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台语去做一个宣达。那这个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你一定会有一个最正统的官方的文，但是并没有要消灭各地不同腔调的语言。休息一下再回来。